你一定能考上。我都不知道你什么底子，我都不知道你挂不挂我科，我就告诉你同学，你一定能考上。你知道为啥吗？因为你会发现，学习啊，是你这一辈子遇到过的最简单的事儿了。没有什么事儿再比学习容易了，真的。那老师哪有？我觉得学习挺难的。我给你随便说几个事儿，你将来在社会上可能会遇到的事儿。挣钱咱就不说了，你可能会遇到什么事儿比较难呢？明明一个孩子长得挺傻逼，你非得说他长得挺帅，他是你老板的孩子。你有一个同事，你很討厭他，你和跟他在一起工作，你就得忍受他，就跟你现在有的时候得忍受你宿舍的舍友一样，你没办法。这么多美女，你现在做业务的时候，总有那些油腻的中年男性要跟你吃饭，你不得不吃。哪个男同学，你做业务的，人家跟你说你他妈必须把这杯酒喝了，不喝我就不给你签单。你明明喝不下去了，喝了你就得吐，你他妈觉得哪个难？明显学习简单多了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哪个难吗？所以我说你们一定能考上。动不动有人问我，张老师，你说我能考上吗？你別問我，我他媽不是算命的。我說你能考上就能考上，我站這幹嘛？我老他媽擺攤似的，知道嗎？機會在你的手裡，它不在我嘴裡，知道嗎？我剛才說那些事都很難。你和你們學經濟類、管理類的，我學管理的，我們經常老師給我們講一個概念，說什麼呢？說你們這幫當企業的、做企業的人，總希望實現一個東西，叫什麼？叫財富自由。我估計你們在財經類高校經常會聽到這四個字，對嗎？財富自由。我問大家，你們知道什麼叫財富自由？你知道什麼叫財富自由嗎？我們老師問我們說，你們覺得什麼叫財富自由？我們有個同學說什麼呢？財富自由不就是錢多嗎？我想幹啥幹啥。我們老師說錯了。什麼叫財富自由？是你錢多到你不想幹的事可以不幹，你有說不的權利。你他媽有說不的權利嗎？你去做業務，必須把這杯酒喝了，你有說不的權利嗎？你有說不的權利，你該怎麼辦？去你媽逼，老子不跟你合作，能怎麼地？包括講課，你以為我願意站在給你講課嗎？沒有，話說不好使，我扯了嗓音，因為我願意嗎？我也不想講的，沒辦法，他們給錢。為什麼？說明我還沒有財富自由嘛，就這麼簡單嘛，對不對？你覺得學習難嗎？學習太簡單了，知道吧？我問同學，你想不想去北上廣深？你想好了嗎？我問的是同學，你沒有想好去那邊混，因為那邊很難混的。哥在北京混了10幾年了，我的老粉絲都應該知道，我在北京買房買的是很早的。你們很多人可能在網上看過我講我買房的視頻，對不對？我在北京買房買的是非常非常早的，但是我跟你說實話，同學，我在北京我從來不覺得北京的是我的家，知道嗎？我的房子在北京西北5環外，我們家旁邊有條路叫後廠村路，村路。哎，你品。何老師，後廠村路是什麼路？我跟你說，同學，將來你們能在後廠村路工作，回家燒高香去，知道嗎？為什麼？後廠村路一條街，5家公司，網易、百度、新浪、搜狐、騰訊，北京的總部在那條街上。我們家那條街到我們家開車10到15分鐘，所以我們家的房價被那些公司的人炒到什麼？每平米7萬5到8萬。每平米7萬5到8萬的房子在什麼地方？打車到北京西站140，打車就北京南180，打車到北京首都機場220，北京幸福大學說過了。我們家打車過去450。我他媽每次回到北京，我的想法都不是我回家了，我的想法是我他媽怎麼回家？早上過了11點沒有公共交通，打車了。我硬生生被逼成了滴滴黑金卡用戶，1個月滴滴4、5千塊錢，打車去大興機場來回1000多，怎麼辦？沒辦法。以後你們去北京旅遊，不要去那些亂七八糟的地方，知道吧？什麼頤和園，那不是真正的北京，知道吧？真正的北京是什麼地兒？我推薦這2個旅遊景點，你們以後去北京一定要去感受一下，知道吧？第一個地方叫八王墳，不是燒香的地兒，知道吧？八王墳不是在北京郊區，是在北京的市區。北京最繁華的一個地方叫做國貿，國貿地鐵站下一站八王墳站，八王墳站出去以後有個八王墳公交車站，去八王墳公交車站去坐一輛公交車叫830，始發八王墳終點站燕郊。你去體驗一下一個公交車上1000人是什麼感覺？你去體驗一下雙腳離地不會倒是什麼感覺？你去體驗一下上面公交車不用擠，因為你會被擠上去的是什麼感覺？第一個地方八王墳，第二個地方你們可以去感受一個地方叫天通苑，是一個小區域，知道吧？說是亞洲最大的社區，對吧？它絕對親，它他媽是世界最大的社區，你知道吧？一個天通苑住了人400萬。地鐵站修了3站，天通苑南、天通苑、天通苑北，去感受一下早上5點天通苑北的第一班地鐵，你看你能不能上去車？你去感受一下，那是真正的北京，知道吧？
北京很難混的，他不適合所有人，知道吧？他適合像什麼樣的人？他適合像我這樣。那我是什麼樣的人呢？第一同學，你得特別能吃苦。你吃不了苦的話，你不要去北京，真的。我就是那種特別能吃苦的人。我剛去北京的時候，睡過地下室，睡過办公室，睡過廚房，睡過客廳，睡過走廊，這些都過去了，咱都不說了。你要是有興趣的話，你给我提一下我現在的生活。我在講課的時候，你在旁邊站着，你就不用講課，知道吧？我寫書的時候，你也寫點東西；我看書的時候，你也看東西；我趕路的時候，你趕路，你感受一下我的生活，真的非常的累。哎，有的人老師，我累可以啊，我有回報就行了。哎，你說对了，他得对得起我們的回報，对不对？那第二同學，條件是什麼呢？你得有夢想。你沒有夢想，你不要去北京，知道吧？那老師，我就有夢想。哎，我同學，你有什麼夢想？張老師，我成为本科畢業混的最牛逼的那一个，我讓你們女生不喜歡我，他媽回死你！你有這個想法就一定要去北京，知道吧？只有北京才能完成你的抱負。當年我就是因為這個去了北京。我當年上大學的時候交了一個女朋友，我也不說是哪裡的了啊，南方某省份。有一天，他爸給我打電話。他說你張雪峰是嗎？我說是。他說我是誰誰的爸爸，就我當時女朋友爸爸嘛。我說叔叔你好。他說你別跟我來這一套。他說我跟你說啊，張雪峰啊，你呀、一個東北的窮小子，你要有自知之明啊。你覺得你配得上我們家姑娘嗎？如果你們兩個在一起的話，我們家人會同意嗎？我跟你說，就算他同意的話，我們也一定會把你們拆散的。你好自為之。他把電話掛了。我就給我女朋友打電話，我說你爸給我打電話了，說了啥？你去問你爸爸。我就把電話掛了以後的話，我就做了一個決定，他媽老子要去北京混，你知道吧？後來我去北京混的時候，當我最困難、最無助，我他媽最想離開北京的時候，我都會掏出錢包，把他爸的照片拿出來看。渾身充滿了力量。我跟你說，這是真事兒，我沒給你開玩笑，我知道吧？這是一個真事兒。但是我的想法不是這樣。劉老師，你幹嘛要把自己逼那麼累呢？幹嘛要對自己那麼狠呢？人嘛，平平淡淡才是真嘛。真的，每年都有這樣的人，有女同學居多，在網上跟我聊天，跟我說什麼呢？張老師你好。我就跟你想法不一樣，你看我哈，作為一個女人呀，我的想法很簡單，我覺得我這一輩子找個愛我的男人，生個可愛的 baby， 養個傻狗，我覺得做女人挺好，是吧？哎，同學，如果你這個想法的話，你覺得你還有必要往北上廣深考？真沒那個必要，你說對不對？你說再努力考個集才，集才在這個級別上也算不錯，對不對？你再努力考個集大，這也不是沒有希望，對不對？你考個集大研究生畢業以後，在咱們長春找工作應該沒有問題吧？一個月工資不說太高，集大研究生一個月1萬到1萬5差不多吧？你再說老伴兒，你老伴兒一個月1萬到1萬5，憑啥我老伴兒一個月1萬到1萬5啊？他們魚找魚，蝦找蝦，烏龜配王八，知道嗎？你什麼樣你也就什麼樣了，知道吧？你也找什麼樣的了？同學，你想想，你一個月掙3000，你怎麼讓一個月掙3萬的人喜歡你呀？對不對？結果上一次我在保定演課講到這兒，真的有人回答了我這個問題。差點被他們給我氣死，知道吧？我說你一個月掙3000，你怎麼讓一個月掙3萬的人喜歡你呀？我正在這激動呢，一個女生站起來說了一句話：“因為我騷啊。”後來我想了想，他說的有道理，但是我不能這麼說，他有道理，對不對？你要遇到一般的老師，他就廢了嘛。你要遇到我，你知道我怎麼說的嗎？我說同學，你說因為你騷是吧？我說你信不信？如果男人騷起來，就沒有你們女人什麼事兒了。我說你要不相信，我給你介紹認識一個人。我當時剛認識一個人，我見過全世界最騷的人，男的啊，我估計你們都聽說過，叫郭樂樂。你沒有聽說過的話，你聽一首歌叫《我的小可愛》，聽過吧？你們知道嗎？當年郭樂樂唱那首歌的時候是在我面前唱的，我差點被他們踹死，知道嗎？那个没有玩的，我直播弄他的。不是你不能這麼想，同學。你說聶松像可高富帥白富美，人家為啥跟你？對不對？你也不想一想。你說你們兩個月在長春，一個月2萬5到3萬塊錢，對吧？你不可能研究生剛畢業就買房吧？這咱幾年前吧，對不對？袁老師，我們在長春買房子，你沒有首付，你爸你媽掏點，他爸他媽掏點，你倆再攢一點，差不多吧？你倆一個月掙2萬5到3萬，在長春還房子房貸，買個破車開一開，這日子是不是也不錯？你們原來村裡的，原來小縣城的，通過你這一代人努力，現在在這個省會的省會立足了，這他們是不是進步？這也是進步吧？你幹嘛把自己逼那麼狠呢？你幹嘛讓自己那麼累呢？對不對？有的人說老師你說的挺好，完了你自己在領，你不能跟我比，知道吧？
你說我有病，你有嗎？何老师，你有什么病？我有很严重的穷病。我从小家里边特别穷，太穷了，穷到爆。有的时候老师，我们家也穷，我们家穷的叮当响，我们家穷的连响都没有，响都穷没了。而且我这个人不但穷，他妈还总受刺激。我那时候我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女朋友的爸爸给我打电话不同意，3次，最严重的一次，第3次，那个时候我已经工作了。过年我把我女朋友送到他们家，因为我怕这个她自己孤单嘛，对吧？然后的话呢，小姑娘一个人我也不放心，我就给她送到他们家。我送到他们家门口，他爸都没说让我进屋喝口水。他爸给我打电话说你赶紧走，我不想见到你。后来把我妈逼都没办法，我妈给我打电话，我妈说儿子，你以后在找对象的时候你就别说你有家人，要不然的话呢，你自己条件挺好的，你找个挺好的对象，你别因为我们耽误。我说妈，他接受我们必须接受他们家。我跟你说实话，同学，你以为我没有想过一些问题吗？为啥我爸妈不是有钱人啊？为啥我不是富二代？为啥我妈非得这么累啊？但是我后来想过以后，我觉得我爸妈能给我生意就不错了。那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累呢？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后代再受穷。我不希望我的后代将来有一天他想出国留学的时候，我的条件不允许让他的梦想破灭。我更不希望他将来找对象的时候，因为我的条件不好让他受歧视。我不想这种事发生在他的身上。但是我跟你说，这些不是告诉你同学我的选择是对的，我是想告诉你同学，请你记住，一个人活得好不好，只有谁知道？只有你自己知道。你羡慕的对象，他的生活就是你想过的吗？不一定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拿我来举例子。我现在小学同学、初中同学、高中同学，甚至大学同学聚会的时候，我都是我们同学羡慕的对象。为什么？挣得多。我现在3家公司，1家公司马上上市，然后的话变现也就变几个亿。第2家公司，我2年以后可能你们就看不到我讲课了，因为那时候可能就已经岁数了，是吧？第2家公司现在估值5个亿到8个亿，第3家公司做的也还不错。我1年写书能挣大几十万，想挣能挣大几百万，挣的是挺多的，是吗？但你知道我为此付出的代价？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我10几年没怎么好好陪过家人。这些东西是用钱能买回来的吗？你说买不回来，知道吧？有的人老师，那还不如老婆孩子这上头吗？老婆孩子上头就好了吗？真不一定。今天咱们女同学比较多。如果说你们现在已经上了大3，各位同学，尤其是各位女同学，你们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，你的爸你的妈很有可能会跟你真正深入的去谈一次。为什么？你快毕业了，你爸你妈很有可能会对你说出这样的话。孩子啊，爸爸妈妈生一个女孩，就是爸爸妈妈贴心的小棉袄，对吧？爸爸妈妈不希望你在外边混得太累，你在外面是累的。你要实在不行的话呢，你回到家里边，对吧？在家里边的银行，我能给你找个工作，对不对？实在不行跑家里边的公务员，不也挺好吗？爸媽也在你身邊，親戚也在你身邊，有人照顧你，不也挺好的嗎？你爸你媽很有可能會跟你說出這樣的話，你知道吧？那就給你想通了。如果你聽了以後的話，你知道你會面臨什麼情況嗎？你將面臨的情況是，同學，你在你們小縣城，你連個對象都不好找。為什麼呢？你在省會城市上學，你已經見識過優秀的男性是什麼樣，你已經知道自己想找一個什麼樣的男人了。結果你發現你喜歡的不在你身邊，喜歡你的你又看不上，你是委屈自己還是繼續等待？你等，搞不了還自己給等剩下了。結果等着等着的時候呢，你媽有一天突然又來跟你聊天，說孩子呀，媽媽告訴你，其實女人這一輩子嫁給誰過都一樣。你看我跟你爸一天天吵架，不也就過來了嗎？你今天了好了，嫁給一個可能你自己不喜歡的人，委屈我們就先埋在心裡邊。你更鬧心的事是什麼，知道嗎？等你生了孩子，送你孩子上學的時候，你發現你的兒子將在你上過小學的地方上小學，在你上過初中的地方上初中，在你上過高中的地方上高中。這還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什麼？最可怕的是你送你孩子上小學的時候，你發現你兒子的小學班主任你是認識的，誰？就是你的小學同學。他小時候什麼逼樣你太了解了，摳着鼻屎往嘴裡吐。你這還得跟着他混。你覺得有前途嗎？但是你要有興趣的話，你過年回家看一看，你那些小學同學、初中同學，是不是大多數還在你們家鄉混？基本上都是這樣。我當年上初中，天天拿片刀砍着大哥，你知道現在在幹嘛嗎？他們在我們縣醫院當醫生。過年回家喝酒跟我說什麼呢？張雪峰，你爸你媽有病了，到縣醫院找我，找你，跟找死有什麼差別？你告訴我，你啥樣我不知道，你怎麼進的縣醫院我不知道。大城市和小城市的醫療教育資源不一樣，你應該知道吧？你也該考慮考慮了，各位，你離也很遠了。有的時候我在大學生裡邊給你們講過，我看了你們這幫人，你知道我什麼感受嗎？第一點感受，羨慕，真的，有一個算一個，我真羨慕你們，知道嗎？年輕，多好！你不喜歡這個專業，考研可以換；你覺得學校一般，你考研可以換；你想幹什麼可以幹，你是一張白紙。我不行了，我老了，我這輩子也就幹教育了，別的幹不了，知道吧？第二，我看到你們還有一種感覺，這是什麼感覺嗎？
他媽一群傻逼，知道為啥嗎？你們每天都會把大量的時間浪費在跟自己未來前途毫無關係的事情。你們今天在大學生涯裡邊，你們正處在你人生最容易懈怠的時候，知道為啥嗎？你們沒有比較，你不像高中，你還有成績好壞。你現在你覺得成績好壞都差不多，而且動不动就有人給你灌輸這樣的雞湯，成績不好也無所謂，将來混得越好的越你们成越最不好的那一個。好的同學，你沒有比較，你這樣你宿舍裡邊，你看看，你跟你宿舍同學有比較嗎？都他媽一個說一個專業的，誰瞧不起誰呀？對不對？我兒屌絲，他也是，我買不起的包，他也買不起，對吧？你真覺得你們都一樣嗎？不是的，你們的差距不是在大學當中體現的，你們的差距在什麼時候體現的？是嗎？你們本科畢業10年以後，你們本科畢業10年以後，在座的各位，你們一定有人混得好，一定有人混得不好，這是一定的。各位同學，你們今天躺在你們宿舍的床上，你想一想，你本科畢業10年大聚會的時候，你怎樣面貌參加那個聚會？你是看不起別人的，還是被別人看不起的？尤其是男同學，你想想，當年你追那個女生，人家沒跟你，她在看見你的時候該怎麼想你？還該想的是，哎呀，我咋就沒跟你？還是該想的，媽，你幸虧沒跟你。你想讓他怎麼想你啊？我說你聽，你是一種感受。等你真的到我這個年齡了，你自己是另外一種。我今年35歲，我84年出生的。等你35歲、45歲的時候，你在可能什麼樣的場合見到你曾經前男友或者女友，見到你曾經喜歡的那個人的時候，你說你心裡邊會有一點點波瀾，是一個有感情的人啊。難道你不會想，當年如果我跟了他怎麼樣？如果當年我娶了她怎麼樣？你難道不會想嗎？你一定會想。而且等你10年大聚會的時候，你班有人混得好，有人混得不好的時候，你想的會更多。你現在覺得你在学校裡邊混得挺牛逼，你說你到时候你混得不好，你多難受啊！